有缘人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人为什么要积德行善呢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。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，你遇到了困难，能帮你渡过难关的不是人，也不是钱，而是你今天的善行。人生最大的保险一定是积德行善，而信仰和福德也一定是灾难来临时最强且最有力的保护伞。别的都不算什么，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聪明的人会用今生的善行为自己、为子孙去培养生生世世的福报。善行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，行善积德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你知道一个好的命运从何而来吗？有句话叫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听完我这个故事你就明白了，记得点赞收藏起来，避免划走就找不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一定要认真的听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我们来听个故事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一年的寒冬腊月，东平镇的张财主到厢房的佛堂上香，忽然发现这供桌底下的布帘在瑟瑟地抖动着。张财主觉得有些纳闷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布帘的后面有一只穿着破旧单鞋的人脚在哆嗦。张财主明白了，有小偷藏在里面。他定了定神，对着供桌底下说道：大兄弟，出来吧，里边怪冷的，咱哥俩去喝2盅。躲在供桌底下的小偷只好出来了。原来这小偷姓李，原本是邻村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子，只因老婆常年生病，家里又有一大堆的孩子，日子过得很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走下顿。眼看到了年底了，家里又揭不开锅了，看着可怜巴巴的孩子们，老李咬了咬牙，就想到财主家去偷点东西，好给孩子老婆过年。趁天黑，他偷偷溜进张财主家的院子，却不敢进正房，一转身进了厢房，打算从供桌上拿些馒头、果品之类的贡品。不曾想还没动手，就被张财主给发现了。这可把老李吓得够呛，浑身哆嗦着就给张财主跪下。张财主赶忙弯腰扶起来：哎呀，起来起来，这大冷的天，你穿的又这么单薄，咱们去喝几盅暖和暖和，边吃边聊。老李只好硬着头皮跟随张财主来到上房。张财主把老李请到炕上，一会儿的功夫摆上了一桌好酒好菜款待老李。吃完饭后，张财主又让家里人给他准备了一些米面肉菜，又拿出一些银子让他带回家去过年。老李带着一肚子的愧疚和感激，千恩万谢地告辞回家了。就这样，老李一家的孩子老婆一起过了一个吃饱穿暖的好年。大年一过，老李就用张财主送给他的银子做本钱，做起了走村串户的小买卖。由于他老实本分，货真价实，不坑不骗，童叟无欺，买卖干得越来越红火。这样一来，家里的日子也好过多了。
也有钱给老婆请大夫看病吃药了，这病也一天天的好起来了，老李的日子好过了，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张财主对他的恩德。他知道，如果不是张财主宽宏大量、乐善好施，他老李一家也不可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。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他时常买一些礼品给张财主家送去，可是张财主从来不收。他说：“老李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你起早贪黑的赚点钱不容易，我什么都不缺，你好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。”这老李也是一个知恩重义的人，面对张财主的婉言谢绝，他只好利用每次起大早赶集之前的功夫，把礼品偷偷地在张财主家门口一放，然后悄悄地离去。常常是张财主的家人早起一开门，就看见一堆果品之类的礼物放在那里。这财主一猜就知道是李老汉送的，于是干脆收下来。可转过来，他就三番五次地给老李送礼。就这么着，两个人的交情越来越厚。一年很快过去了，转眼又到了年庚腊月。这一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老李就起来了。因为今天他不光要去赶集卖货，还有一件在他看来很重要的事要办。前些日子，他托在关外做生意的刘掌柜买了一棵贵重的100年老参，他要在今天早上悄悄地放在张财主的大门外，算是对恩人的一个报答。老李推着独轮小货车，摸着黑来到了张财主家门前。他从怀里掏出裹着老人参的钱包，刚往大门口一放，猛然发现大门前躺着一个人。老李吓了一大跳，他揉揉眼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冻死在外面的叫花子。老李心想，这要是被县衙知道，恐怕会说不清楚。这老李也不敢多想了，赶紧上前弯腰背起那个已经僵硬的叫花子就跑，一口气跑出了1里地，一直到村东头实在跑不动了，才把它扔下。然后他又赶紧地折回来，把那个装着100年老参的袋子放在了张财主家大门口，这才推起小货车赶大集去了。第2年的大年初一，老李来到张财主家拜年。一阵寒暄之后，张财主说道：“村东头有一个王姓财主家，年前被人在大门外扔了一个冻死叫花子，结果摊上了官司，他们几个全被县衙门抓去了。这村里人都说这是报应，因为这家父子平日里欺人太甚，积怨太多。”老李听了笑了笑，也没说什么。这过去了1个月，老李正在家中预备盖新房，张财主找上门来了。他说：“兄弟呀，你替我免了这么大的灾，到现在你还瞒着我呀？”老李还装傻充愣呢：“我什么事也没干呀。”张财主说：“你还不说实话呀？我们村王财主出事那天一大早，我在大门外捡到了一个100年老参的袋子，仔细一看，门口有2行脚印直奔村东头去了，门前还留下2行小车的轱辘印。
我一想，准是你过来又走了。今年大年初一你上我家拜年，我跟你提起这事儿，你也不吱声，我的心里就犯了嘀咕了。昨天在家门口碰上了从关外回来过年的刘掌柜，我听他说你托他买参的事儿，我就拿出一颗参让他看，他认出来了，这就是你买的那颗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老李也只好实话实说了。最后张财主帮老李盖了一处新宅院，2个人结拜成了真正的好哥们儿，有缘人。此故事献给正心、正念、善良之人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也在无形中帮助了自己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必有福报。心存善良，心存感恩，你的人生必定会福气满满，好运会永远伴随着你。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积德行善，善事做得越多，你的福报则越大，疾病自会离你远去，灾难见你就躲。你的积德行善，人生自会好运连连，顺风顺水。人生在世，一定要记住，聪明的人会用今生的福报，为自己、为子孙去培养生生世世的福报。世间物都是有因果的，不论是你看到的善，还是你看到的恶，这些都并非凭空而生。当大灾小难降临之际，平日里所积累的功德，便是你最后的底牌。每一个心动，每一个念头的闪现，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，都已悄然播下了种子。这些种子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生根发芽，影响着你的人生轨迹。你的善良，人不知，天知，到最后都会变成你人生路上遇见的惊喜和好运。请相信一切都有因果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学会感恩，善良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，它不仅能帮助我们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还能在关键时刻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你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面对这些，先礼后兵，你要学会用善良去对待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。如果他人不接受，那就是他的损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付出善意的人，都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。当我们对他人充满善意时，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善待他人，不仅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关系，还能在关键时刻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机会。你自己也会因为自己的善良行为而感到更加充实和满足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一切都有因果和轮回，你今天的付出和善行，必将影响到你的未来。用善良去对待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善良一定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好运和惊喜。人生最大的保险，一定是积德行善，而信仰和福德，也一定是灾难来临时最强有力的保护伞。古语有云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
前人积德，福荫子孙；积德行善，远则儿女，近则自身。父母留给孩子最大的财富，不是金钱，也不是地位，而是福报。积德无需人见，行善自有天知行善之人。如满园春草，不见其长，日有所增。行恶之人，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亏。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或以远离人为恶；或虽未至，福以远离但行好事。莫问前程，人存福报胜过存钱财。人应该储存的是福报，有福报走到哪里都有得吃，做什么行业都能赚钱，因为福报在的缘故。如没福报，有钱也会守不住，而且钱只能这辈子有，而福报生生世世都相伴。行善积德就是传存福报，人有福报，自然感召富贵人生。有福报，一切财富都为你所用，这就是福报的重要性。你要明白，德行配为福报自来。如果你心眼挺好，做事又有德行，那你一定有福报。如果有福报，没有丰厚的钱财，请不要疑惑，老天可能将你的福报化成了健康的身体、平安的日子、温暖的家庭和有良德的子孙后代。福报不一定是让你很有钱，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。相信因果，一起做一个让人信赖的俗人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做一个有福报的人。我们在人间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，都是因为福报2个字。那什么是福报呢？福报就是幸福的因果报应，恶报就是凶恶的因果报应。福报就是种了善因，得了善果。有福报的核心方法就是行善，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因为你而受益，就是你单方面、无条件、不计得失的奉献服务。当一个人不停地行善积德，不停地忏悔改过，因缘也会发生变化。你不停地修德，你身边的人就会不停地变化。你应该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人，因为你自己在不断改变自己，提升自己，不断变好。匹配你的人也在变，以前的人已经不配你了，就不会出现。配不上你的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离开，所以你不要着急，美好的生活一定如期而至。我们的每一个善言、善意、善行都会被自动存储在宇宙银行里。将来有一天，你可以变现和支取。福报大，就是宇宙银行账户里储存的善行多；福报小，就是宇宙银行账户里储存的善行太少。有时候苦哈哈的人，本质上就是因为没有福报，父母没有积累福报，自己也没有积累福报，没有足够多的人因为父母或他而受益。有时候坏人作恶多端，却身居高位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因为祖上积累的福报。
或者他之前积累的福报没有用完，当他用完了就开始倒霉了。现在这个商业社会和互联网社会，福报的积累和变现的速度超级快。以前积德行善要一件一件的做，现在可以一对多批量的高效的去做。记住，你想活好，就用一种表达爱的技能，让足够多的人因为你而受益，建立伟大丰厚的功德福报。当你有德的时候，老天都会帮你，因为你有德行，暗合了天地之道。你会发现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总有人出现，莫名其妙地帮助你，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变得顺利。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很费劲，到你那里就轻松愉快，因为德可以孕育万物。凡是用各种手段争取到的，都是带着业障。你有福报，自然就给你；没有福报，你争到了都是业障。首先要你明白，福报是修来的，不是求来的，它是一种看不见的能量。要学会给自己积累福报，因为这个世间能量是守恒的，无形的东西永远掌控着有形的东西。当你发现做事不顺心，事事不顺，福报不足时，那就是要开始修心了。修心、修行、修福报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世界是颠倒的，反过来看世界才是真相。于是必须反馈给你更低频的东西，让你去经历，比如缺爱、缺钱、痛苦、烦恼、嫉妒、自卑等等。于是越缺爱，越吝啬爱的人，也将体验更多爱的缺失。越是缺钱、吝啬的人，也将体验更多贫穷的经历。越是缺乏智慧、吝啬助人之人，也将体验到这世间最大的无明。那么如何修福报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修出大福报的4个方法，看完你一定要践行。01，扩大心量。当我们心量很大的时候，啥都不是事。刘峰老师说，修行人人生没有大事，所有的事都是天空飘来5个字，那都不是事。比如今天别人骂了我一句，如果心量很小，我会时时记住他骂了我，然后在心里产生很多的怨恨。当我们心量很大很大的时候，这就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，这是可以练习的。如果能活在当下，他骂我这事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就是不存在了。如果不能活在当下，把时间拉长，在历史长河中，在人的生命当中，这也不是事。再把范围拉大，在宇宙当中，这更加不是事。如果我们有修心的练习，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，以前很愤怒的事情，一定会生气的事情，现在已经激不起我们的情绪了。02，断恶。在行为上，大多数人是不会去伤害别人的，但是看不见的心念是很容易有恶念的，比如贪嗔痴慢疑、怨恨恼怒烦，这都属于恶念，甚至担心都是恶念。
担心就是诅咒，那怎么办？无念是非常难做到的，那就把恶念转化为善念、正念。首先还是要觉察念头，看见自己担心了，转化为祝福；看见自己嫉妒了，转化为随喜；看见怨恨了，负起100的责任，都是我投射出来的，这也是需要练习的。练习新的脑回路。03布施，3种布施：法布施、财布施和无畏施。无畏施就是帮助别人排忧解难，法布施超越了财布施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给别人布施钱财，可以解决他一时之急，但是管不了他一生。而法布施关系到他一生的幸福和慧命。慧命，这是智慧。所以欢迎大家多多转发频道的影片给朋友，比如转发这个影片，有一点要注意，自然而然地去做，不要想自己在做好事，在种种子，在3轮体空的情况下去做。04清理，多说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一方面清理可以消融很多业力，另一方面清理也是修福报。我们不知道哪一句清理就送离了哪一位众生。清理的作用，如果我天生带了10亩的福田来这个人间，但是中间有障碍，我只能取用其中的8亩，清理后我可能用10亩，我还修了5亩，就有15亩了。这4个方法是相辅相成的，一起践行。清理能让心量扩大，也能让布施越来越自然，还能让念头越来越少。老子说，道者反之动，才是这个世间的真相，颠倒众生才是这个世间的真谛。我们都说本自具足，但极少人相信这句话，因为我们总是在体验各种缺失和匮乏，从来没有反思及思考过其背后的真相。其实宇宙就是丰富的，人类的创造力更是无穷无尽。当我们转变思维，转变心念，转移视线，不再盯着别人那里争的时候，我们恰恰能获得这宇宙最丰盛的回报，也能体验到自己本性里那个无穷无尽的创造源泉。因为你本自具足，只是因为被植入太多颠倒的信念，不妨把信念颠倒转化为我可以，我相信，我丰盛，我本自具足。如果你顺着自己的思维来，注定会坠入苦海。有句话叫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只有敢于付出爱的人才不会缺人爱，只有敢于成就别人的人，自己的福报才最大。这叫本欲度众生，反被众生度。但大部分人仅限于人性自私的部分，而无法领悟真相。在2元思维里，人与人是相对的，于是付出爱就期待爱的回应，成就人就期待回报的到来。从宇宙频率来说，任何带有自私属性的频率都是低频的能量，这种低频的能量就被这个世界所接受。
你要修炼慈悲，我做到，我是爱的化身等。接下来，请你带着这些高频的信念去追求和探索，你会神奇发现，这个世界给你更多正面的体验，让你丰富，让你喜悦，让你自由，让你智慧。看到这里，你明白了吗？好好思考并去践行，愿你困境破局，无限通达。其实高维的秘诀就是喜悦、给予、利他，所以请打开你的心量，去慷慨布施吧，怀一颗感恩之心，去利他，去给予，去慈悲，去爱一切众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愿看到这个影片的所有人都福报满满，圆满顺利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